民国8年，大院之中破旧的棺材摆在中间，这是大帅从古墓中挖掘出来的。2个看守的官兵休息时点起了烟，可奇怪的是，火柴一着就被风吹灭了。看向风的出来，正是从棺材方向。扭头一看，此时的棺材漂浮着，里边泛着绿光。看守官兵后背一凉，但想起大帅的人拿着枪靠近棺材，突然棺材出现一股莫大的吸力，2位官兵被吸到棺材一旁，大声叫着，鲜血喷涌而出。棺材上沾染血迹，仿佛吸收一般，而吸了血的棺材显得更加诡异。说起民间的鬼怪杂谈，属民国时期发生的最多。那时的民间各门各派的除妖师，人们把那些人当成异人，再加上因战乱而产生的怨灵，可以说是群魔乱舞。而白鱼镇却宛如一个世外桃源一般，只因马家的先祖在这里安下了家。道门和妖物都知道这里是马家的地盘，他们可不想面对千年狐仙附体的出马弟子。说起出马弟子的事迹，听说过的人都会竖起大拇指，因为如果是富家弟子请他们，100两银子足矣。事情结束后，他们还会把这些银子撒到这个镇的平民聚集之地。原因有2个：一，为了不带如此多的钱财，防止贼人眼热；二是为自己增阳寿积阴德。出马弟子的请神之处并不是没有恶果，仙家的命格非比寻常，依靠凡人之躯入仙家的法力，自身也会受到一定影响。若是长时间请神，自身会变成半人半妖的怪物。马家在这里活了100年之久。这名男子叫马天意，这座武馆便是马家的产业。马天意是这一代的出马弟子，而和他对骂的算子便是他的弟弟马天虎。马天意的天赋比弟弟好一些，父亲便把请神的秘法交给了他。马天虎因此恨上了哥哥，2人也是天天对骂，但终究是一家人。令人惊奇的是，武馆一旁开着一家棺材铺，老板叫殷12，看着对骂的2人，叫了一声马师兄好，便返回了。殷12是多年逃难来的阴阳先生，早些年间也闯出名气，但修炼阴阳术，命格已经变成了5弊3缺之一，只好自己来这里养老。几人身上多少会些法术，也算多年好友，不然谁会让棺材铺开在自家店铺隔壁呢？突然一阵步伐声传出，一群士兵来到白鱼镇，说着自己便驻扎在这里。世道混乱，几人虽是能人异士，但都想平平静静过着自己的生活，因此没做出什么意外之举。大帅的身边也有一个术士，术士此次让大帅前来，便是看出此地不凡，大地之下必有墓室，取出财物后扩军扩地，说不定以后会做个从龙国师。大帅来的时候，马天意看到车上的大帅妻子，却感到诧异，那正是他的青梅竹马翠兰。2人独自在桥上谈话，却被翠兰的弟弟副官告诉了姐夫大帅，之后自己又独自去武馆找事儿。你们这不是无法无天吗？老子就是王法，老子就是天！哎，关系系统，关系系统，师兄，不是我说你们怎么跟官爷说话呢？咱百姓能安居乐业，得一方安宁，不都得靠官爷撑腰吗？真是的。几人都忍耐着不使用法术，但马天虎忍不住，用身体控制着副官的身体，在大庭广众之下出丑，却被术士一拳破除。不仅是马天意感到怪异，连术士都没想到，一个小小的镇上还有隐藏的异人。夜晚，一行人都对这个出现的术士感到诧异。镇上并不算富裕，却有术士带领军队来，必定来者不善。殷12这时在家和养的僵尸戏耍，身为阴阳先生，再没1-2个怪异的宠物可说不过去了。殷12想起白天那个术士，回想自己刚来时看到白鱼镇的风水，赶紧找到马天意。原来他早就探寻到此地有古墓存在，这里的风水格局是巨龙衔珠，3座大山连在一起，形成一条飞龙之势。那片水域从山上望去，犹如一颗圆珠一样被龙嘴衔住，龙尾环绕。这藏木山中必有古人阴宅，阴宅入地，另成居室。你说的意思，怀疑张大帅他们明里是来安兵扎寨，暗里是来寻墓倒斗的。只不过也因为这座古墓形成了风水阵，所以镇上的人才很少得病。他担心的便是大帅和术士的目的就是古墓，一旦古墓被破坏，阵法颠倒，恐怕这以后会成为一方死地。可就在此时，殷12脖子上的玉符突然发亮，原来术士早就发觉武馆旁边棺材铺可疑，阴阳师的小鬼僵尸便是他练邪法最好的养料。此时2人回到棺材铺，术士被堵在屋内，面对一个出马弟子和阴阳先生，术士差点身死道消。马天意知道这人是大帅亲信，此时杀了他，无意直接和大帅开战。术士回到大帅府时，鼓动他下令抓捕几人，因为他知道无论再强的法术，面对嗜杀的官兵都会无效。术士也知道马家的名气只是派人抓捕而非杀掉，而且他已经探寻了古墓，发现里面是宋朝时期的古墓，陪葬品不用多说。大帅一听，想着赶紧炸开，术士却急忙劝说：北宋尤其是今日的墓，防盗机关以天宝龙火琉璃土著称，瓦上是一代代的西域火龙油，只要有外力进入，钉子一碰就破，
西域火龙有监控器就找，把墓室中的尸骨和陪葬品烧个精光，咱们什么都捞不着。之后，术士便探寻古墓所在，带着士兵前去。路过棺材铺时，他想起士兵似乎没有抓到那只小僵尸，心里想着鬼物还是杀死为妙，便让人开枪。屋内小僵尸被枪打中，似乎十分伤心。这具僵尸来历非凡，除了没有战斗能力，自身十分特殊，子弹并没有打死他。但小僵尸低着头，仿佛十分伤心，因为他的衣服又弄破了。大帅等人打开古墓时，除了地上的几箱黄金和一个棺材，便空无一物。大帅把棺材放到了大帅府，他相信棺材里面才会有真正的宝物。可术士手印一捏，算出今日不适合打开棺木。2名守候的官兵看了棺材半天，也没发现什么古怪，便走到一旁休息。副官这时突然出现，他对那个术士根本不屑一顾，更不理解明明棺材有宝物却一直不打开。他决定先替自己姐夫看看，可棺材实在太重，他弄了半天才移开一点。他看着2名官兵回来，就赶紧跑。这时的棺材却露出绿光，才发生开头那一幕。棺材浴血突然打开，里边跳出一名身穿金甲的僵尸，眼睛里冒着绿光，声音惊动大帅府上的人。术士一看僵尸，面色泛怒，竟是100年不遇的金甲僵尸。迫于大帅命令，只能与之缠斗。一张符纸贴到金甲僵尸身上，术士看到僵尸被自己定住，便吐槽这让师傅莫名害怕的金甲僵尸也没啥。但随即金甲僵尸便冲破符印，取了术士性命。此时的僵尸已经不是低等的黑将，已经能够使用一些魔力。在监狱的马天乙突然感受到魔力突然惊醒，在棺材铺的小僵尸包着黑布找到了监狱，轻轻松松打开监狱，一行人冲出监狱。只见大街上仿佛经历什么战乱一般，几人心中都顿觉不妙。路上遇到了逃出升天的大帅，众人聚集在武馆之中。马家兄弟感到诧异，虽说听说过僵尸，但也没听说过这绿眼僵尸。殷十二走南闯北，倒是说出了这绿眼僵尸的来历。咱们以前遇到的僵尸都是跳尸，充其量就是飞尸，但是有一种僵尸拥有超自然的力量和不可思议的魔力，青面獠牙，淡然罗刹，上能屠龙撼天，下能引渡瘟神。这种僵尸的眼睛就是绿色的。僵尸分为黑僵、跳僵，在上面就是飞僵，而这绿眼僵尸便是被飞僵更高等级的金甲僵尸。马天乙倒是先劝大师离开，那些被沾上尸毒的黑僵白天躲在阴暗处，现在正好离开，只怕晚上的时候这白鱼镇就变成一座尸城了。大帅是想离开，倒是被妻子翠兰拦下，一定要等除掉僵尸再走。殷十二和马家兄弟倒是准备在这里死战僵尸，不然白鱼镇真的会变成死城一般的存在。晚上高楼之上，大帅和副官拿起所有枪支弹药，在这里吸引那些黑僵和飞僵，而3人坐镇大帅府要对付金甲僵尸。果然不出所料，金甲僵尸对3人身上的法力很感兴趣，看他们的眼神仿佛是人间美味。这时的金甲僵尸已经有了幼童的智慧，马天乙直接做法，可惜对待金甲僵尸完全没用。屋外大帅倒是不用担心火药不足，一直杀着僵尸。大帅府几人面对已经入妖魔般的僵尸，完全束手无策。没办法，只要使用自身的寿命来请3清道尊入世。道尊现身后，手一捏，3把飞剑便融合成一把居士飞剑到手中。随着道尊一剑挥出，金甲僵尸便化为灰烬。这时大帅和副官却已经没有火力，屋外僵尸还多的是，2人最终也失去了性命。3人解决金甲僵尸后，便开始清剿那些被感染的其他僵尸，白鱼镇又重新恢复平静。故事结束。关于东北马家的来历，似乎还有很多种说法。有人说是狐仙与人结缘，也有人说是请神之术来自于中土之外。终归来说，东北出马仙的文化便流传了出来。好了，今天解说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点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